实际上，我们很少在日常生活里面说“我知道”“我理解”。今天我们讨论这几个场景里用中文怎么表达 “got it”。第一个场景，请教别人一个问题，比如我问你一个英文的问题，某个词、某句话，你给我解释完，我就可以说：“哦，我懂了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理解了。”这些都没有错的，个人表达方式用词不同而已。我再分享一个我的说法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如此这个词的意思是这样，像这样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表达的感觉就是以前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。这种就是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，恍然大悟，叮，这样就是恍然大悟。再或者我们一起拼图或者做手工，有个地方我不会，你演示给我看，我知道了，恍然大悟。这种情况也是我之前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，我就说：“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”也可以简单的说：“哦，这样啊，这样。”再比如一件什么别的小事儿，有更快、更简单的解决办法，别人告诉我，我肯定会说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或者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”这种表达方式还能传达我没有说的话，那就是你好厉害，我太感谢你了。第二种情况，朋友告诉你一件事儿，人和人的沟通技巧，我们大家都差不多的，看着对方的鼻子或眼睛，认真听，点头，好像英语里面喜欢说“嗯哼”，我们只说“嗯”，只有一个字。如果想表示自己很感兴趣对方说的事儿，除了“嗯”，还可以说“然后呢”。然后呢，就类似于英语里面的 and 或者 then。比如给你说件事儿，昨天我回来的时候，看到楼下那只黑色的小野猫一直朝我叫，我觉得它想跟我说什么。你可能会好奇，紧接着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就问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走近它，它带我去看它刚生的小猫咪。如果这种情况你只说大概是你对这个话题没有什么兴趣。如果你说然后呢，就代表我可以继续往下说，因为你也很感兴趣，接下来发生了什么。第三个场景，对一件事情的想法，比如朋友给你说了一个新闻，或者是附近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比如这样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楼下那家饭馆有人喝多了闹事儿。我们通常会回应对方说，知道的，知道的。这个的字放在后面就表达肯定的意思。这种表达方式还比如没事儿的，我记得的。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儿，就是我们要讨论这件事情的前提。然后我说了自己的想法，如果你要表达理解我说的，表示同意，你和我想的一样，就可以说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。第四个，重复对方的话。第一种情况是我们不知道，就重复那句不知道的话。比如我给你说，哇，昨天买的西瓜注水了。你不知道西瓜注水是什么意思，就可以问，注水了。第二种情况是我们不相信，也可以重复。比如你告诉我，
附近新开了家健身房，宣传说免费10天。我就想，怎么可能呢？肯定有隐形的收费。隐形的收费。我就说免费10天。第3种情况，我们知道了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重复它。比如有邮件通知，公司电路检修，下周1不用来公司。我肯定开心的眉飞色舞，跟坐在我旁边的同事说，下周1不用来公司。眉飞色舞，这样开心、得意、兴奋的样子就是眉飞色舞。眉飞色舞。我跟他说的时候，如果他已经看过了邮件，他也知道这件事儿，我们都很开心。他可能会说，就是。我们知道了的事儿就可以说就是，或者就是。好，我们今天说了这几种表达方式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然后呢，我也觉得就是。我还讲了2个成语，恍然大悟，眉飞色舞，还有那个的字放在其他词的后面就可以表示肯定。你如果练习造句，设想一个对话的场景，用这些词，如果有不确定的地方，欢迎你在评论区里面问我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啦，拜拜。